柯建铭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说呢，任期到明年2月1号，现在我退什么？任期还没到那所以呢，现在逼宫趋缓，逼他也没用对不对？任期没到然后这个陈培宇呢，好像是民进党的什么书记长吧他原来是辞职了，跟吴思瑶是干事长，说辞职了，现在又说，哎呀，我愿意再承担既然柯建铭都不走，我再承担那所以有2个条件，绝不推诿责任不推卸那另外呢，赖清德说曾经私下劝对柯建铭，所以大家认为说，总统都这样讲了，主席都这样讲了，会不会地位不保但是柯建铭有讲他说我希望国会民进党过半，何错之有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你要改组那个整个改组你再重选，我们会赢吗？然后呢，这个最简单，把他罢免掉就好了，罢的成本又最低那现在赖清德说要宴请民进党委员，那大家就好奇是不是要当面劝退柯建铭了？总统府说循惯例惯例我们都会邀请这个绿营的立委所以循惯例按照不同的派系那另外呢，这个林岱樺说呢，我会是执行赖清德改革的最佳助手赖清德很辛苦，我是他的最佳助手，只要赖清德例行改革任何政策，林岱樺总是他最佳战力的伙伴这个我就是赖系，现在都是赖系，没有什么别的系。我们看一下9月19还是总召就对，当然9月20也还是总召。到明年2月1号到明年坚持不辞党团总召，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笑笑的说，任期到明年2月1号，即便党内立委推动连署，柯总召不甩党内逼宫声浪。那总统有找你，希望你退居二线。那是只希望那新闻给党员所有成员，为期1个礼拜，请大家有意愿担任6长的，请来登记。提出党团改选，就从此刻开始。不过主张党团总召应改选的王世坚，柯总召对我们民进党的厚爱，他应该不会再有所坚持。我不认为柯总召会再依然故我，一意孤行。王世坚认为改组仪式应该要翻页了，认为柯总召不会一意孤行，只是在立法院开议前夕，瞬间民进党主席的赖总统拟定在19号开议前分批邀请派系立委到官邸参叙，其中第一批拟定在舟山，因系柯建铭就在名单内，而同属新潮流的则在9号登场，要对立法院情势交流意见。而国民党团总召傅崑萁动向，同属总召的黄国昌上前关心。你有要卸任总召吗？你要卸任主席吗？老沈，最近柯建铭的去留变成热门了，所以我昨天早上在脸书就贴了一篇文章，我把这一次的大罢免大成功比成60年前大陆的文化大革命。那一天里头有多少人按赞了？3000个，不错但是呢，有没有人骂我？有，就说我们的青鸟，我们这些霸团当然不服气，因为他觉得我怀疑他们动机的纯正。大陆更反弹虽然这个大革命已经60年了，活下来的人现在超过80岁了，但是呢，他们对毛泽东，他说我侮辱毛泽东，把这个赖清德比成毛泽东，太侮辱毛泽东了，而且他们即便心里头对文化大革命觉得是很负面的，对国家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大小不成比例。那我所以举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昨天就预测到，我把柯建铭比成林彪，文化大革命的林彪，这也是大小悬殊那毛泽东比成赖清德也是大小悬殊 ，everything 都是大小悬殊。这大小我知道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比较的原因是要把人类很人性幽暗的意面贯穿到整个运动。虽然有60年之隔其实它里头神似的地方蛮多的那我定义这个柯建铭的角色是什么？是由心腹变成权臣，那现在呢是戴罪羔羊。
这个是今天陈松山前阿扁办公室主任陈松山讲的淡水高阳，你把它定位成淡水高阳，这个赖清德赶快把它砍掉，这个对社会有一个交代啊。那这一点他不要，他不服气，他说我们都有份的，你还比我还热心呢啊！我如果表演7分，你表演9分呢啊，你没事哦，只有我，所以他要被逼成这个淡水高阳，他不服气，所以你看我这里都预测了，他会做到明年2月黯然出场，我一定猜对了，毫无疑问啊！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这个大罢免还拖泥带水，而且他民调还是往下降，关键就在赖清德一个人。赖清德如果他非常坦然啊，承认100%承认错误，得罪一下这些霸团，没关系啊，你就承认说，最后民主政治就是中间选民主流民意为第一。那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我们要遵从。那现在不对的，我们都要彻底改变。我觉得赖清德就谷底反弹的速度会很快，但是他会不会这样做？不会，因为他一个人到了这个岁数，大概都被他的性格绑住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很危险哦，他很危险。2026、2028，我觉得都困难重重。那至少他请你们吃饭是吧？17个人，你们吃了没有？好像还没，要找你们去就是。但应该不是吃饭了，那个时间应该吃饭有点尴尬。哦，但是确实是有，但就是说，对，就是说我们的主张当然是说，我们觉得现在不管是因为大家现在在吵都是人事，哦，就是不管是这个是什么，谁得走谁得留。但我们觉得，其实真正重点是，现在行政权仍然在我们的手上。好，那我们总统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那立即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大罢免的投票结果，我们当然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它很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民意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当然，我们的这个对手就会说啊，这就表示你如何。那如果我们都听着我们这些对手这样子讲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会误判啦。那所以真正重点是说，如果说对于很多的中间选民，或者对于很多的年轻的选民来说，有一些重要的议程，应该是由政府这边是可以做，现在马上可以开始一些进行的事情。那有一些无谓的，或者说有一些侦查，或许我们觉得很重要，但是对很多选民来说，他可能觉得他不想再听到这些东西。那我们或许就应该要好好的去回应，至少要回应。你觉得你如果见赖总统的话，你给他最重要的建议，觉得他要立刻做的是什么？我觉得立刻做的应该就是经济的政策必须要做出几个有感的东西出来啦。那对于关税的这个压力，像刚才这个我们听到淑慧议员也讲到了嘛，就说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政府在干嘛？确实啊，很多人确实是这样想啊。但是当然，这个时程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啊。但是我觉得，就算在那个之前，我们如果可以多做一些让大家立即有感的东西，我说不是在说发现这种事情哦，纯粹就是说，一些不论是打房让人打到有感，或者是说基本工资或这些相关的事情，至少让我们的选民感受到说政府有意要去好好的贯彻。从柯建铭的讲话，他又害了一个人，像潘孟安。就是说，潘孟安到了现在，他们真的不了解赖清德。坦白讲，这样会越搞越糟啊。赖清德的个性本来就这样，你去处理。潘孟安应该跟老柯讲，你不能讲了，潘谁啊，让派我来，你可给鸡对下去。你应该出来就是说，这办案呢，你爱担啊，哦，你要扛啊，哦，柯总召，这个安尼啊，我感觉你爱担啊。柯总召一定会出来开炮啊！你潘孟安是什么啊？叫我扛赖清德长哇，也要出力。你不是啊？连发言人啊，大家都讲总统，我讲他的个性就我讲，你不能说我讲的嘛。出了事以后要有人出来扛，你越扛，我跟你讲，他会越重用你。你辛苦必须这个人啊。现在问题他面临的困境就是说，他跟蔡还没有大和解。所以等于蔡英文用过这些人才，一底办没了。那症结在哪里？症结就在整个绿能光电的弊案。坦白讲，他们掌控很多。
如果今天清德兄你还把这个流程当为斗争的武器，那我就不屑。你看一个溃县蟑螂、小英男孩事件出来，你知道整个内阁歪楼的时候，坦白讲，如果没有大罢免，郭志辉不会那么差。他是要来做事的，结果让整个政治拉着走，他就歪楼了。当这个案启动的时候，他讲了，跟他大尾的阿伯，嘿。你们都知道谁大为，那个案件怎么样？而且坦白讲，所有的金流，所有不当得利最大的那一块，透过金融贷款的那一块，你们到今天都没有公之于数，那就变成赖清德他现在很多人他觉得我不敢用，我不能用，或是他们可能都有问题，那你就陷入进退维谷，跟他也困境里家了。我认为他应该先从党内和解了，我不管。那个，你既然要留卓荣泰，那柯建铭你也不需要斗。你跟蔡英文总统已经见了2次面，我认为第3次就大家坦白讲，你不要斗我，我也不斗你。我们看到，如果洪先生能够回国，那就表示他们和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会继续斗。那受苦受难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苏慧。这个刚刚前面一段在讲3个国安会副秘书长很年轻，然后只好说，哎呀，民进党给年轻人机会。那为什么立院党团永远都是万年总召柯建铭也希望他退也退不掉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有一点少而乱用，老而不退这个年轻的你给他如果用的不适当，那就是高薪实习生。有一些单位是不能历练的，历练应该从中阶开始，不是一下子变成副秘书长。那有一些位置明明立法院民进党有很多资深立委，3届、4届、5届的都有，但永远都要老柯，这件事情也很奇怪这个我没有听过哪一个党有万年总召的市议会也没有所以为什么这个连赖清德都讲说，为了社会观感希望这个党团干部改组，甚至党团的7长，民进党7位干部辞了6个都动不了柯，这些都是柯有谁的把柄？或者是说柯手中掌握什么，大家只敢轻声细语的劝，不敢出重手的要他退，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所以这个就是民进党跟柯建铭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或利害关系啦。那搞到现在变成好像只有王世坚一个人始终如一的希望他退，其他的当时参加联署甚至开炮的郭国文这些人，最近都没有声音了耶所以当年民进党常常笑马英九总统说，马王政争他动不了这个王金平。现在民进党赖清德，当年王金平是院长今天的柯建铭只是总召赖清德都动不了这个总召，这个党主席兼总统都动不了这个总召，甚至之前赖清德提名的大法官人选，说真的，国民党反对正常吧，民众党反对正常吧。柯建铭反对就不正常了，而且柯建铭还可以说谁投同意谁开除。第1次的时候，他讲这个话，谁投同意票谁开除，谁跑票谁开除。他不是党主席他最多在党团对他做停权的建议，可是他直接讲开除。所以我觉得柯建铭已经大到一个赖清德动不了的地步。那为什么一个不分区立委可以大到赖清德动不了？那这里面就很有玄机了。你看民进党到现在有没有人去骂陈水扁？没有没有人敢去挑战陈水扁。陈时宇说过什么？哪个人没有拿过我爸爸的钱？你们说有没有人敢出来说我没拿过？一个都没。同样的，柯建铭当总召那么多年，很多民进党立委要拜托他去做很多事情啦。谁没有找过我乔安？柯建铭手上有多少资料，有多少事情，谁敢出来签署叫他滚蛋？我看也不多。现在再回来。好，民众党因为前2天去走读了，所以要到赖清德官邸旁边走读，根本差8丈远，很远，根本就不准他进去了在那个什么景福门那一带，对不对？就挡住了所以呢，所以有8个警察受伤了警察受伤有可能是推挤了有可能是太热了有个女警也受伤，热衰竭。然后呢，对，有很多人中暑嘛。那民众党其实很多群众也受伤了那黄国昌现在被列他治案被告。而且说呢，他这个勒的警察的脖子是要查，
但这警察昨天讲的说，我没有觉得他被故意勒我，是他被摔倒，因为挤来挤去的，他这个碰到。那我也讲哦，我不知道你们打过架没有？我小时候常常打架，打架一下子不行就勒脖子，那是要遮在这里啊，哪有什么还空这么大个空间，哪有勒脖子？他放在这边，那这样勒脖子是真的勒住啊。所以呢，到底是不是勒？那警察说没有，警察说不是哦，所以到底要怎么查？怎么办啊？反正他现在被列被告了。黄国昌说赖清德放马过来，要办我就办我啊。左荣泰就说呢，维护公权力不容挑战哦。那另外呢，这个总统府说，极右法是可以讨论的，但不能攻击警察哦，因为他们民众跟警察爆发这个推挤嘛啊。那刘世芳说，尊重司法警察调查哦。另外呢，这个到底有没有哦？说呢，你们敢放人或者是移动哦？那个什么拒马就拔关。台北市警察局长说，守土有责，跟拔关无关哦。守土有责，寸土不让啊。讲完说呢，这个民众党走读路权被驳回了，说尊重台北市。那讲完说是因为是禁制区，所以依法驳回。就黄国昌说本来是同意的，本来已经给他们核准，为什么把它驳回又说不准呢？另外呢，这个。黄国昌率民众党走读，有8个警察受伤。讲完从人权角度来，可以理解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现在要用极右恶法来追杀他们政治上面看不顺眼的人，我只有一句话：赖清德放马过来。民进党政府掌权了以后，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才讲完，一转头差点踉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大骂民进党，因为8月30号办司法走读行动，又是攀上警方人墙，又是人体冲浪，检警以他自案侦办，黄国昌则是涉嫌违反极右法、妨害公务罪等被列被告。法律必须保障警察，政府维护公权力的决心跟做法，不容受到任何的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强硬表态，但民众党立委陈昭姿爆料，警方被下令，上面说只要放人一步，立刻拔关，但刘世芳驳斥。昨天中正警分局已经发表了，没有这件事情。黄国昌手臂环绕远景脖子，以及事后疑似遭改图变造，检警将一并侦办。黄国昌不满说，连总统过去也曾主张应该收极右法，但总统府这样回呛：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极右法的修法是说可以攻击警察。中央强力谴责，但台北上蒋万安第一时间只说体恤警察，就被绿营批评，不敢谴责黄国昌。检察局同仁的职责是依法执行勤务，从法治原则而言，检察局没有别的办法，必须依法处理，很难让人不去想象，是不是押人取供？我可以理解民众党的支持者为何走上街头，我也支持民众党呼吁各界保障柯文哲前主席的人权。一边提警方依法行政，一边理解小草，如此气愤。但民众党原本说有些路权缴完钱，却被驳回。因为这里是禁制区，所以依法予以驳回。远景和小草之间，蒋万安选择站中间。路那边而已。来。曾宇，我觉得首先呢，我要先针对就是发言人他所谓的攻击警察这件事情表示非常严正的驳斥哦，因为我本人就在现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攻击警察。那在这个当下，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呼吁一下哦，民进党、府院党上上下下不要看图说故事，然后就目的就只是为了想要去把一直不断我们在鼓励警察，我们在维护警察权益的民众党这样子。然后来去想要把我们的形象改掉。那我说一下其实现在整个民进党上上下下，我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过去民进党是以街头起家的，他们一直以来都说极右法，民进党把它当成是威权的遗产。但是现在民进党执政状态之下，居然用极右法来去办主要的在野政党，也就是国民党以及民众党。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是这样子，作为党主席，当然我们勇敢面对这件事情，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去包庇或者是不回应。那我还是必须说，在现场的我们大家是非常感谢警察的。我们大家不断的都是说我们挺警消、组工会，这是在现场媒体不愿意爆出来的。同时间，我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民进党，你是不是忘记你们当初的初衷了？
在2008年的11月30号，当时担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蔡英文，他当时公开的跟大众道歉。道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民进党没有办法在陈水扁执政期间完成修订集会游行法。他向大众道歉。同时间，2016年，当时现在时任我们行政院的副院长我们的郑丽君，当时在2016年他是民进党的立委，他当时还提案修法，把我们的集会游行法改由许可制。所以这时候，民进党的这些前辈们，你们是不是忘记当初你们是怎么样在街头去捍卫民主？但现在你们却用威权的手法来去面对你们的政敌，这时候是让人家觉得相当不耻的那所以我还是要说，今天无论集会游行法大家可以讨论与否，但是府院党上上下下千万不要不断的泼脏水到各自的在野阵营，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笑掉了国际的大牙，也笑掉民主的大牙。我要讲，请淑慧来。好，我很快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刚刚这个蒋万安市长他其实夹在中间，大家想说他变很为难，其实后来他发现他的回答也很自若。第一个，他支持柯文哲主席的司法人权，既然已经起诉了，后面面对1、2、3审，为什么还要压？好，那这个所以民众党的支持者显然是气愤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压柯文哲？因为刚好是1周年，对，好，这是其一嘛，好，就司法方面归司法。第二个，集邮法基本上过去民进党是认为报备制就可以，但我要跟大家报告一点哈，因为这事情其实基本上是有一个冲突点，就是那个地方叫禁制区。我们现在哪些地方是禁制区？5院，还有法院，还有总统、副总统的官邸。那个地方离那个就总统官邸，从李登辉一路做到现在就是那个爱国西路的官邸，大概就剩下200-300公尺。你看，我们如果去凯道游行的话，只能到台北宾馆后面那一段那个228公园就不行，你不能到总统府前面的那个距离，那个更远，那个大概有500公尺以上。所以呢，警方就要求要在那边。其实那天如果突破了警方的人墙，后面宪兵就会冲出来了，其实也是不会让大家进到那个总统官邸里面。那所以就是表达意见没有问题。但是呢，表达意见的场所那个地方确实是不能再往前。台北市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好，那我们就好好去做处理。那刚刚前面所讲的那个勒博，因为这是这次最大的冲突点，现在也目前要法办的嘛。如果你把全程的画面看完，有一个点我必须说了因为有看到一个画面是远景在校，后来被判读说那张照片是不是 AI？ 我觉得完全不需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看完整的画面，确实是有大概几秒钟的时间，因为换麦克风的时候手有跨过去，而远景提醒之后后来也放开了，所以基本上远景本人都有意见表述，他并不认为他被勒博，就事论事，把事情还原就好了。麦卓伟，我过去在台北市政府工作8年2次台北市最大的政治陈抗都在我在市政府8年的时候经历过。一个是2008年民进党抗议陈云林的这个事件里面，暴力小英这4个字就从那里来。再来就是2014年的太阳花如果说要攻击警察，什么叫攻击？主动去打警察另外一种是推己之间两败受伤你也受伤，我也受伤那太阳花跟陈云林事件，我们都很清楚的从新闻画面或照片看到，是民进党主动攻击警察，甚至有武器譬如说像这个陈云林事件，拿10块还有自制的汽油弹，在那个玻璃瓶里面装汽油，摆了一根布条，点燃往前丢。当玻璃瓶炸碎的时候，旁边的警察都割伤了，这个叫攻击，明明白白的攻击那个人是民进党太阳花事件的时候，那个人是民进党你们发起的活动，蔡英文也在好，不要一直要不然暴力小英这不会叫了10几年。太阳花事件的时候也是，真的有攻击警察的时候，会有束带直接竖起来。如果你有攻击行为，这个警察是不会容许的，因为这袭警在国内国外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刑事犯罪所以我们过去有看到，就是如果真的有攻击警察的行为，警察觉得他被攻击到了，他会用束带。就是直接把你押到旁边去，然后甚至以前还有就是用一台那个保安的侦防车大车把你载到很远的地方，把你丢下来，让你不能马上再回来抗议的现场所以我只要说的是蓝绿白，如果我们去调资料，都有曾经过这个违法的集会游行，而警察对于政党发动，甚至有政治人物在现场的集会游行，确实执法都会稍微缓和一点这个是因为远景很为难所以我只想说，每一场的集会游行请大家不要为难远景，甚至现在民进党还不断的去说台北市警察执法过弱蒋万安过弱包庇，蒋万安有驳回一开始申请的时候不就驳回吗？依法驳回。第二个，远景有在现场嘛？现在蒋万安也没有阻止远景移送
我们的北市警是要移送啊，所以被列为他这边，所以台北市没有执法的问题啊。如果相较于过去，如果今天换成民进党的话，也一样是这样而已啊。民进党的哪个政治人物，大家记不记得青鸟包围立法院的那个时候？是他是被告啊。我们朱立伦主席也是青鸟包围立法院的时候，民进党的立委去把警察的那个用油压剪把它剪断呢。这个明明白白对钟嘉宾，那钟嘉宾现在呢？警察也没把他当场说，你拿一个剪刀油压剪出来，这是武器耶，我当场把你怎么样？也没有啊。就是警察对于政治人物确实会客气一点，所以政治人物尤其是执政党，不要一直在为难警察。李希和是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他是谁的人？他是刘世芳钦定的。大家如果还记得，当时内政部给蒋万安2个人选，方养宁跟李希和，蒋万安签了方养宁，结果派下来是李希和。那不要签干嘛？对，所以当时就很大家争你在整我吗？可是不管怎么样。可以很确定的是，李希和是经上要的人，是你们民进党要的人。那你们民进党又质疑他执法有问题，那你们回去问刘世芳喽。讲完你没有签到李希和吧？嘿，他在试探你要谁，故意填你的他不喜欢的。不是，这个我跟大家讲，这是赖清德直接点的。不是，以前是这样啊，以前就是因为警察人事是这2条边了，2条不是1条边了啊。那所以呢，中央派的谁？那个时候中央派国民党在中央执政的时候，民进党线上是反对的。不要，所以后来才说让你签嘛，让你圈就是要用你圈的人啊，我给你2个，怎么你圈的还要个别人呢？对，而且是故意的，这是羞辱的。这如果是民进党县市长，可以容忍这样的事情吗？不让你就任，当然把你赶走啊，什么让你就任，哪有这种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今天这个杂志又说柯文哲说有6个亲笔纸条啊，所以呢，建华案开庭呢，那柯文哲今天下来的时候呢，气色还不错哦，瘦很多，然后呢露齿啊，所以有露齿笑啊，那要怎样？要哭啊？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柯文哲都知道金华案起死回生，所以他们有6个便条哦，然后呢说是这个给林副的啊 ，from 柯文哲啊。然后呢，在第1任内呢，下调给副市长林清荣说，为什么这些人不死心？不给他还不死心啊？然后呢，到了2016年又下指示给林清荣说呢，金华城一定要合法，这个案子要合法啊。那另外呢，在2018年啊，接到沈清兴陈情写纸条给林清荣说，我看不懂啊，哦，他都写些什么啊？然后呢，这个后来给彭副市长。哦，就是说呢，金华城对容积率应该是死心了，那就是说赶快办就好了啊，这个就赶快把它弄完啊。那另外呢，这个法官告诉应小薇新的罪名，哦，说呢现在对应小薇来讲，所以有这个违背职务、不违背职务啊，反正就是说不违背职务的收贿，哦，违背职务的收贿，所以令小薇叫做不违背职务，那柯文哲违背职务。那彭真生叫图利啊，他说现在有3组，有3种不同的罪名，针对三个不同的人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彭振生说，虽然我是 PM， 什么叫 PM？ 是 Project Manager 啦，哦，就是很西方的，就是计划的经理啦，哦，专案经理啦。说虽然我是专案经理啊，虽然柯文哲指定我彭振生副市长当专案经理，但是呢，公务机关根本没有什么 Project Manager 这个名称嘛。是柯文哲从医生那边带过来的，但是不表示就一定要把事情完成嘛，只是说有一个人在负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而已。哦，你就 project manager 一定要完成 project 也不一定啦，意思是这样哈。那后来呢，黄国昌、庞丁哦有出来转述了，说好像检察官是来请教都市计划法，他问了都计这样都计法那样，检察官不是专业嘛哈。那另外呢，彭振生作证说呢，一般的小案子，彭振生副市长就可以决刑了。金华城是大案子，是柯文哲决刑，但是我认为是妥当的。就如果不妥当，他副市长会牵着此案不行，那可否市长裁决？所以彭振生说，我认为是妥当，但是因为是大案，给柯文哲决刑哈。那另外呢，这个馆长说，2028年等着土城看守所一定有你们哦。那说检察官只想把柯文哲压久一点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10成不受影响，台北地院审查说全案12月24号将辩论终结，最快明年2月就会宣判啊。我们看一下。
早上8点50分，柯文哲妻子陈佩琪早就到北院。陈佩琪转身3次点头挥手跟支持者致意，没多久载着柯文哲的囚车也抵达了。好，记者小心。至于前台北市长彭正生开庭时间延期至今，他也将接受检辩双方诘问。馆长陈之汉也首度来旁听。一开庭，有检察官询问彭正生有关都委会职权，开会讨论细节。彭正生多次强调，都委会主任委员并没有任何行政裁定权利，他也没有受任何人的请托，全都是依法行事。今天问的一堆问题，好像是来请教彭副市长都市计划法的。那但是过去非常多的专家。其实已经帮这些检察官上了好几次的都市计划法，那现在浪费这么长的时间，再问一些非常基本甚至是枝微末节的问题，在我看来啦，只是想要拖积压的时间，只是要让柯文哲在那边再多压久一点而已。外传金华城案已经有辩论终结的时程，宣判可能在年底。不过有周刊爆料，柯文哲6项亲笔指令等等对柯文哲相当不利的讯息，如今又有相关资讯被曝光，轮到柯文哲律师团诘问时，也将针对这部分还原真相。老子，我觉得柯文哲这个案子办得太久，办得又臭又长，所以现在就大家的感觉就是说政治的成分太多了。那我的朋友。我有的时候就很简单的问一下他们的看法，就这个线非常的清楚，就是民进党认为他有问题，国民党认为他没罪，一条线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这个对这个案子不是很了解的人，也是这个外行的看法，我其实只有一个看法，很简单，叫橘子回来，你们还记得有橘子吗？叫橘子回来，我就放人去结案。就这样，我问过民众党人，为什么橘子不回来？你们是对他有影响力的，现在橘子在哪里？现在为什么他可以逍遥法外？没有一个人拿他有办法。现在大家就是把他比成当年阿扁的黄芳燕黄芳燕在海外不得善终，橘子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孩子，怎么不叫她回来呢？民众党的人都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因为他一回来就会被关，你就想办法让他不被关你想他不被关的方法，就是你所知道的，要尽量坦白既然要尽量坦白，他就不被关了。那尽量要坦白的话，也许这个就对柯文哲不利了，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说，橘子你一定要回来。来我看。今天的重点其实是原本7月1号是要去勘验那个就是检方的光碟。彭正生副市长在当时做笔录的时候，有1个小时又13分钟的中间的空白没录，到底为什么？好，那今天彭正生前副长又出席嘛，那包含了他的家人的不幸，那时候想说他会不会翻供，2个结论我快速做结论，就跟大家报告，就是他没有翻供，他还是认罪，只是他的认罪理由还是跟上次一样，检察官认为我有罪，这是图利，所以我就认了，所以他并没有翻供，那他也认罪。那有没有1小时13分，是不是被检察官做什么事情去了？检方提出的证据是说，因为当时彭正生前副市长跟他的2个律师要律见，他们谈的时间很久，那这个情况我们当然就停录那看来这个彭正生以及他律师也没有提出异议。那关键就是刚刚大佬所讲的这个，就是怎么会办这么久？那你也没有提出这种就是真正的这个更进一步的直接证据。那你可以劝橘子回来，可是橘子不回来就不放柯文哲的道理又在哪里？你应该是怕他跑掉，那你就用电子监控就好了。他只要不离开中华民国的国境，之后他还要一审，他也要出庭的那你今天没有橘子，你也已经起诉了嘛，表示你已经办到这个程度了。在这种状况之下，包含刚刚前面那一段讲的那个游行，其实因为他是一个总统参选人，他的支持者众，至少有300多万人投票给他，这时候要顾虑到就是说，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的这个做法会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心。这个其实简单司法自己要去想，你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是反而让民众对于司法的信心降低，这个是划算的吗？我想我们看到不管是进检也好，或是北检也好，已经出示非常非常多的证据如果你手中已经有这么多东西的话，那你就也起诉了。那起诉以后交保，让这个被控的跟
这个检辩双方可以在法庭上平等的攻防，这不是法治国家的精神吗？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一个故事哦，当年的法庭的座位是法官，然后检察官，然后律师就是代表大家的地位哈，法官最大，检察官在这个中间，然后律师只能乖乖的坐在下面帮这个犯人被告辩护。但是后来我们司法改革的时候，就是推动检辩双方在法庭应该是公平平等的这个攻防，所以大家坐在一排。如果我们连刑事主义都去推动这个检辩双方的公平攻防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用扣1年的方式？然后呢，你手上都有证据啊，你都可以证据多到溢出来给周刊去报道了，你对自己应该有自信嘛，哈。我当时是调查金华城案的这个小组召集人，可是我都认为，在起诉的那一天，你就可以交保，你就应该给检辩双方，给你所有被告有一个公平的这个攻防的机会哦。那橘子也已经在外面1年了，如果橘子是关键性角色的话，那检方应该没有办法起诉才对啊。如果缺了橘子我就不行了，那你应该没办法起诉，可你也起诉啦。好，所以代表橘子这个角色变成对检方来说是不是可有可无？那你就不能再拿这个理由了。那振宇，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哦，连大佬这么有智慧哦，对于这个案件看到扑朔迷离的状态都已经模糊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刚刚说到的橘子这一个案子，它其实跟金华城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大家现在已经被模糊到了，现在他在审理的其实是金华城这个案子，跟橘子完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基本上检调双方基本上都没有在传唤他。大家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那包含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周刊上面看到的所有的小抄上面，我画几个重点给大家，这是大家不去讲的。第一章它是柯文哲是跟副市长说如何根本解决，再来要看怎么处理合法最重要，再来最后一个他给那个零负的有一个是现在已经是500了，然后要提升到678，研究看看，我是看不懂。其实这个就是这些小抄里面的实质关键。那请问一下，《镜周刊》今天把它列出来，不是正在显示，其实柯文哲对于这整件案件，他就是相信专业，相信都委会的决策嘛？所以刚刚有特别讲到说，今天彭正生他为什么大家会说，没有翻供啊？没有翻供，但他讲到一个重点哦，他说他认为金华城适法性没有问题，但是检察官认为把金华城陈情案交到都委会是图利，检察官是法律专家，所以我就认罪。大家注意了吗？这个是因为检察官认为把市民给市政府的陈情案交给都委会来去审议，这个叫图利。这个是检察官他片面的思维，所以彭正生副市长他就认罪。彭正生他表示，检察官认为把金华城案交给都委会研议是图利，所以我认罪。这个是完整的，彭正生今天在讯问的时候，他完整说出来的。所以他能不能反供？不能，因为检察官认为，只要把任何一案陈情案进到都委会，都叫做图利。这就是现在我们目前金华城案走到后面走到死局的状态，你就可以看到了。经过这1年的关押审问，但是审问下来，最终变成是检调单位在学所谓的都计法，真的让人家啼笑皆非。基本上我是觉得，第一个1年实在是很久了啊。那橘子说一辈子不回来，就把柯文哲一辈子关吗？这很奇怪嘛，对吧？而且橘子回来不回来，也不是别人叫他回来就会回来的。橘子也是一个人呐。对，他有他自己的考量，叫他回来就回来，就这样的，他又不是你的什么儿子叫他回来，他都不见得回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现在老实说，你认罪一定要你认罪才给你交保，不认罪一直给你关起来，怎么有这种事情呢？法律上本来就不自认己罪嘛，自己为什么要自认自己的罪呢？甚至作证，连直系亲属、夫妻都可以不作证啊，就表示这个当事人也有他权利不认罪嘛。那现在不是。那你不认罪就把你关起来，一直关到你认罪，所以变成说呢，他们只好说那我就认罪吧，看怎么能交保，在里面很难过就出来，到法院再跟法官扯。有些事情有没有罪是很清楚就看得到的，有些事情真的是大家主观的认定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他非要你检察官就非要他认罪不可，不认罪就一直压，这是什么？这什么人权？压人可以这样子压吗？我就真的不懂啊。不认罪才是正常的嘛，认罪是很异常的嘛。哪个当事人他认罪，所以不认罪很正常，除非你证据确凿他没有办法不认罪。好，你偷好这个就
你就1000块偷放在这里，你就这是不是你偷的？是，那认罪这个可以。有些不是这么清楚的嘛，有些的确是有争议的嘛。哦，那你说他有罪，他说他认为他没有罪，那说你没有罪，你认为你没有罪，对不对？哦，你这个饭后态度不好，关起来，可以这样子吗？休息一下再回来。沈伯洋说，他家门口被人家装针孔来拍他每天的行动，他有报案，但是没结论，哦，所以就变成死局。哦，那蒋万安就说，怎么会死局呢？警方调查不会没有下文的，有没有？是不是？他总有一个结果啊。哦，然后呢，说他也没说过不提告，那就提告啊。他 PO 机车尾端装了针孔照那个镜头，就是说他们家门口停了一个机车。机车尾巴呢，好像是一个针孔摄影机啊。那另外呢，说呢，他被偷拍，他的子女也受到死亡威胁，都查不到。王宏辉就说：“你要说明了，不管蓝的绿的，都不可以这样。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你们怎么查的？哦。那另外呢，当然有人说他是被害妄想，他就说国民党科技盲、法盲哦。你看，这不偷拍的还有线呢，怎么会是假的呢？哦，等等。那如果是这个是偷拍的，那警察怎么会查不到呢？你总会看得出来到底怎么回事啊？第一个是不是偷拍嘛？那个镜头总会看得出来。第二，然后再查是谁偷拍嘛？那目的何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个要。如果不是，你就说根本不是啊。那是，那就是是嘛。那沈伯洋认为是啊，哦，所以认为这个门口接着监视他的工具啊，哦，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哦，然后呢，这个沈伯洋就说，沈亮是要打到我有被迫害妄想症吗？哦，那网络就有很多话来批评他，那你就报警查下去啦，要不然就告啊。哦，那警察说确认他没有报案，所以欢迎他提供事证。那到底有报还是没报呢？这不是很奇怪吗？还是怎样？只是跟警察讲一下，那算报还是不算报呢？算不算报案呢？哦，台北市警察局长叫李希和说，如果有新的事证会请他报案。哦，因为他说他被偷拍嘛。哦，说警察北市警察都没有结果嘛。那另外呢，刘世芳说希望警方清楚说明到底侦办的进度是怎样。哦，到底有没有被装摄影针孔，有没有去报案？哦，现在搞得有点罗生门，我们看一下。秀出家门口附近机车真的被摆针孔摄影机照片，民进党立委沈伯洋深夜发文，要证明专访所说的跟踪跟拍都是事实。这种劣质的针孔怎么会是行车记录器？不是，是在我住家的外面的公共场合看到的。在公共场合如果发现针孔，除非有国安的疑虑，不然的话呢，也只能慢慢调查。只是他贴文强调自己去年扫到针孔第一时间不是公审，而是在不打草惊蛇之下直接通报，就让在野党质疑他是不是根本没报案。因为前一天他第一时间神隐外，大安分局也说当时查无不法，询问要不要传唤或提告，沈伯洋也说不用。当时就是经过我们的调查方式，没有新的事证证明有这回事，当时说暂不提告。那这个部分，如果现在他有新的事证，我们会积极来侦办，请他提出告诉。我今天是一般的公民，我也没有拿来炒作新闻，我就是让国安单位、警察单位慢慢的来调查。国民党立委连法律都不懂，如果你们真的关心的话，你们现在敢不敢直接立法说在路上不能够有摄影机？沈伯洋被中共籍泛蓝视为眼中钉，从跟踪、装针孔、恐吓信一连串手法，就是要逼退他。不让他继续推动抗中法案，也希望安于他自导自演的声音要出来道歉。但王宏威认为，先前他也曾说被死亡威胁，怎么每次案件都没有下文？为什么都如同死局一样没有下文？所以我已经具体函文给相关单位，要求一定要正视沈伯洋委员的报案，绝对不能再石沉大海。蓝委话说得很酸，但如今沈伯洋偷拍案却似乎又进入罗生门。诸位，你的事怎么做？我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它应该就是一个这个行车记录。大家知道汽车都有行车记录，但我们的机车朋友因为常常譬如说被撞到、被 A 到哦，那只有汽车有，他自己没有就很吃亏。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机车朋友会在他的车子上面装这个行车记录器或是安全帽。大家看到一个像小叮当的安全帽哦。那
那像一般的好车也有这种什么叫哨兵装置，就是如果人家 A 到你或什么，它会自动启动那个录影装置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像沈伯洋这样随便一个指控啊，我们警政单位就要去看那个人的这个监视器的画面什么，这是很侵犯人权的耶。一个大立委了不起哦，我随便走在路上就说，我觉得他偷拍我，我觉得他偷拍我，我觉得他监控我，满路都是行车记录器耶。那你要我们帮你一一去盘检吗？而且他有没有告？他没有告，他没有报案，而是最近这样他在电视台说出来，然后我们远警就赶快去查，说人家是很正常，去查我们的那个台北市的监视器什么的，人家没有刻意在照他。所以如果照到你家门口都不得了的话，那我觉得路过那一边的人都要赶快先关掉自己的行车记录器。它这个比较贵的重机啊，有会装就是所谓前后的行车记录器的，前后都有镜头啊。那这个另外，警方也已经知道这个男子是谁，要请他来说明。你总要说有人告我才找你来啊，没有人告我怎么找你来？好，那委员你是不是提告？如果你是暂不提告，其实所有民意代表也好，我们当议员、当立法委员都一样。各位朋友，你可以接受我的言论，你也可以不接受我的评论，但是不要用这种恐吓的手段，没有必要，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接受这种手段。但是沈伯洋，我想我的观察是这样：为什么只有许志杰一个人上车挺他？我跟你讲，我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攻防的时候，当时去年5月17不是打得很凶吗？他不是在空中吗？后来掉下来，这个都过了。在内政委员会，我跟他们扭打，没有人讲话。你跟你扭打也没有人挺你，跟他扭打也没有人挺他。可是当我沈伯洋一进来的时候，一碰哦，6、7个民进党的委员一直抓着我啊！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以为到底是什么？他有什么问题？我就问了民进党的委员了，我说：“某某人，他是身体，如果他身体有状况，那以后我碰到他，我要回避嘛。”他没有啊，但是大家一窝蜂，只要他有什么状况，全部护着他，不可以动他。可是现在看嘛，当民进党的委员知道你拿美国4、5千万，当大家知道你搞这些事，我看没有人要上车了，对不对？贺康龙，你来贺康啊！然后现在谁拍你？我还以为是美国 CIA 派人来保护你，监控着有没有人想要对你怎么样啊？来，我看你知不知道这案？观众朋友很简单哈，因为警方有办，所以警方也看了这个监视，大家可能听了半天啊，不就有人要偷拍，不管他是不是啦哈。那难道没有掌握车牌吗？有啊，所以掌握车牌，那车子骑走又骑回来，那看来也没什么事。现在如果你认为他对你有侵害的话，